我死后第5天，江于怀带着白月光来到了冷宫。白月光，姐姐是不是还在生气？都不理我。江于怀，来人，把门踹开。门开了，迎接他们的只有凉透的尸体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被江于怀废了武功，犹如破旧的娃娃般，就这么丢进了冷宫。他说落锁，让他长长教训。他不知道，我习武本就是为了压制体内娘胎里带的毒素。武功尽废的这天，便是我的死期。我在破败的冷宫痛苦地挣扎了一夜，鲜血一口接着一口地吐。次日大婚宫中敲响的那刻，我不甘地咽了气。死后，我的灵魂却被迫禁锢在了江雨怀身边。我看着他和皇后并肩而立，灿烂的光线映照在这对璧人身上，俩人的神色满是眷恋美好。帝后大婚，举国同庆，只有我被皇后身上大红色的喜袍刺得双目泛红。这件盘锦喜袍我认得，这是我熬了2个月，眼睛都熬坏了才赶制出来的婚服。我舞枪弄棒惯了，不擅长精细的针线活。可母亲告诉我，成亲当天只有穿着亲手缝制的嫁衣，以后才能和夫君长长久久，白头偕老。我信了这话，因为我太想和他长长久久，白头偕老了。当初江雨怀还笑我女工拙劣，可如今这拙劣的喜袍却穿在他人身上，嫁给了我最爱的人。我心痛得不可自抑。大婚流程太过繁杂，等到一切结束，已经夜深。我被迫跟去了他们的婚房，一踏入院子，我就认了出来，这里是七梧宫，是我为自己准备的婚房。院子里种满了我最爱的栀子花，散发着淡淡幽香。屋里的软榻上还有我用惯了的香炉，散发着熟悉的味道。可这一切如今都不再属于我了。我麻木地看着两人饮下和亲酒，并在工人的助导下落下了床帐。我离不开，只能紧紧抱住自己，无助地流泪。记忆拉远，我的视线逐渐模糊。那年边境动荡，我随父亲征战四方时遇到了江于怀。彼时他以一介谋士的身份自荐从军。我阿爹求才若渴，自然应允。我自小舞刀弄枪，在马背上长大，身边也都是皮黑肉糙的汉子，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男子，唇红齿白，眉目精致，举手投足都别具风雅。从那开始，我便喜欢缠着他。有一次，他被我纠缠得烦躁，猩红着眼睛问我：“洛枳，你知不知羞的？你知不知羞的？羞的！”床榻还在咯吱咯吱响个不停，我却看到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撩开床帐，衣衫整齐地走了出来。不是江于怀还能是谁？随着他的离开，床上的人动作更加剧烈。我惊诧不已，他不在里面，那跟皇后洞房的是谁？还不等我细想，他就走了出去，我无奈跟上。不是没有尝试过离开他，可剧烈的疼痛让我难以承受，只能这样不情不愿地跟着他了。夜已经很深了，他就像一个孤影，顺着宫墙缓慢地行走着。偶尔有几个巡查的侍卫看到他想要行礼，江于怀也只是挥挥手，示意退下，一副不想被打扰的模样。随着他走得越来越远，我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大，看这方向，怎么看着像是冷宫。直到他站到了冷宫门口，我才惊觉，他怕不是有什么大病，洞房花烛夜，良辰美景时，偏偏来什么冷宫。我陪着他站了一会儿，更加纳闷了，来了也不进去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好歹进去看到我死了，通知我的家人，给我收尸也好啊。喂，你进去啊。我试图提醒他，可他毫无反应。是了，他看不到我，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死了。我心里一滞，飘到他身前，仔细观察他的表情。江于怀漆黑的眸子不知道在看什么，似乎是魔怔了，也似乎陷入了迷茫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他的眉眼比当年成熟了不少，早就褪去了青涩，成长为一介了不起的帝王。当年在我不知羞的撩拨下，他与我互通情谊。在父亲的主持下，我们举办了简陋的成亲礼，连聘礼都是临时拉了一匹马来凑数的。可我当时满心满眼都是他，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勉强。直到京城的旨意传来，大意是
骆将军为国为民，感天动地，陛下特赦归家，兵符自此归三皇子姜于怀。我和父亲那时才知道，原来姜于怀哪里是什么谋士，他是来替他父皇夺我爹兵权的。我嫁给他，无形中帮他成功过渡军中势力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卸了我爹的任。好在我那将军爹早就有退去的心思，为了我的幸福着想，他非常配合地交了兵符。回忆到这里，我瞥了姜宇怀一眼，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觉得无趣，便找个角落缩在那里，默默环抱住自己。我愣住，我似乎很喜欢这个动作。就这样，我看着姜于怀在冷宫外站了一宿，直到天蒙蒙亮，他才悄悄离去。我不舍得回望了一眼身后的院落，看来又是没有人为我收尸的一天啊。我死后第二天，早朝不是很顺利。我爹虽然被夺了兵权，可他带兵那么多年，带出不少忠勇部下。他们知道我被禁于冷宫，不干了。陛下，洛枳是咱们看着长大的，她不是那种拎不清的女子。洛枳潇洒磊落，跟那些后宅女子自然不同。陛下，叔叔伯伯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为我辩白，我眼眶发热。看啊，连他们都知道，我根本不屑什么后宅争斗。可我的枕边人却从未了解过我。那年，姜宇怀得了兵符后，和我爹一样，开始了征战四方的生活。我还一如从前，在军营陪着他，为他洗手做羹汤，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这一陪就是4年。后来先帝驾崩，皇子争位，他留我在边关，带人赶回了京城。可我终归是放心不下他，他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跟了上去。就这样，我一路偷偷跟着他来到了京城，并在夺嫡之战时为他挡了暗处射来的箭。那箭不偏不倚，射中了我的肚子，我和他的第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，而我自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。姜于怀在我骆家军的助力下成功登上皇位，紧接着雪花式的折子就纷沓而至，皆是劝他另立贤后，理由是洛娘娘子嗣艰难，无法为后。可他们都忘了，没有我，他们哪来的新皇？刚开始，姜于怀还装模作样的拒绝，并且向我保证，洛枳，我此生除了你，不会再有别的女人。我甜蜜地依偎在他的怀里，霸道地抓住他的手。你敢有别的女人，我就剁了你的手，让你永远都留在我的身边。骆大将军独女的潇洒肆意，也许对姜于怀来说是最大的不敬。我伤愈的那天，在御花园里见到了那个我见犹怜的女子，她柔弱无骨地挨在姜于怀身边，俩人正欣赏着一朵并蒂莲。姜于怀不知道说了什么，美人捂嘴轻笑，姿态风流，引人遐思。我看到姜于怀看向他的眼神变了，是惊艳，是欢喜，还有对我从未有过的纵容。我的伤口开始钝痛，密密麻麻的冷意席卷而来。我抽出身旁侍卫的刀，以极快的速度劈散了那朵碍眼的并蒂莲。并蒂花开，两相欢好；并蒂花落，一拍两散。姜于怀用尽全力的一巴掌挥到我脸上时，我没动。我舔了舔口中心甜，看着他笑得天真。这便是未来的皇后娘娘吗？95之尊大怒，侍卫宫女瑟瑟发抖地跪了一地。只有那花一样的女子颤颤巍巍地开口：“陛下，姐姐她不喜欢我吗？”呵，好一朵千姿百媚的小绿茶。姜于怀似乎是怒极了，他脸色涨红，嫌恶地看着我后退了几步。数十道黑影从天而降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我听到他说废掉他的武功，打入冷宫。我这时才明白，他也许从未爱过我，他爱上的是我爹的兵符，是我身后的骆家军，是那高高在上的皇位。他最爱的是他自己。我重伤刚愈，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黑衣人的对手。我被人狼狈地压倒在地上，宫裙脏污，发髻凌乱，脸颊红肿。然后我亲眼看着姜宇怀小心地护着那女子离开了，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留下。直到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衣角，我才忍眼泪淌了下来。原来废掉武功的痛都不及心痛1/1000啊！押我去往冷宫的人是跟了姜于怀多年的护卫冷一。我知道他只效忠姜宇怀一人，可我还是没忍住向他求证一件事。冷护卫，你跟了他有许多年了吧？
冷意恭敬应是。那位女子可是丞相府嫡女？我的声音有些涩然，委实不够好听。冷意没有犹豫，再次应是。我苦涩一笑，早该想到的。卧床养病那段时间，就有闲言碎语传到我耳朵里，其中说的最多的还是关于江于怀的未婚妻的。据说他们是青梅竹马，就连婚约都是江于怀主动去求的，可见珍重之意。可我总是不信的，毕竟那人对我的深情不似作假，我和他多年夫妻，举案齐眉，怎么可能是假？但我终归是输了。此刻我才明白，我不过是他们爱情故事里的一个背景板罢了。朝堂上围绕我的争论还在喋喋不休，我无聊地坐在房梁上，把每个人的表情都尽收眼底。江于怀面无表情地坐在上位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龙椅。他这个动作太熟悉了，他在等别人斗个你死我活的时候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以丞相为首的文官和以我叔伯为首的武官吵得不可开交。如今江于怀借着武官的势力初登皇位，按理说应该论功行赏的时候，他却选择立了文官之女为后，还变相幽禁了我这糟糠之妻。其中的缘由，恐怕该懂的人都懂，所以文官的气焰才敢如此嚣张。他们吵了一早上，也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。江于怀耐心耗尽，退了朝。早朝过后，按规矩，帝后新婚，江于怀要和皇后一起用膳。我随着他来到七梧宫，虽然我并不想看两人秀恩爱，但我实在好奇，皇后昨天到底跟谁行了周公之礼。结果热闹没看上，府一进门，我就被屋里的香味熏得恶心，慌不择路地退了好几步。看不出来这小白花竟用这么重口的熏香。他一看到江于怀，就像一只花蝴蝶一样扑进了他怀里，那搔首弄姿的模样，跟我在边境见过的头牌都不相上下。江于怀不是最讨厌这种吗？我下意识地瞥了他一眼，果然在别人都看不到的角度，他皱紧了眉头，脸黑成了锅底，好不精彩。我有些想笑，他这个表情我有多少年没见过了。我们刚成亲第1年，他带我去镇上玩，正巧遇到青楼的头牌招入幕之宾。不巧，头牌一眼就看上了江于怀。毕竟边境那种地方，歪瓜裂枣偏多，江于怀这种细皮嫩肉，又看着极易推倒的男人，别说头牌，我也馋。所以在他求救的眼神落向我时，我起了捉弄他的心思。然后我麻利地退开了一步，做出和他不熟的表情。江于怀即便气急又不情愿，却还是被青楼里的小厮热情地迎了进去，而我则跟在后面看热闹。我看着他被人家半推半就地送进了头牌的房间，里面渐渐没了动静后，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糟了，完大了，这男人可是我相公。我急着要去救他，青楼里的小厮一窝蜂朝我冲来，让我别坏了人家好事。我摩拳擦掌地抽出了腰间的软刀。论打架，我没再怕的，但那天我是真的有点害怕，因为我怕自己去晚了，我的宝贝夫君就成别人的。那天我目眦欲裂地干倒了20号壮汉，披头散发地冲进房里时，屋里香气缭绕，而江于怀却衣冠整齐，腮帮子咬得嘎吱响地看着我，然后从嘴里硬是挤出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夫人来的可真及时。”我踮起脚，越过他，朝着榻里看去。那头牌这会儿已经衣衫半退，昏迷不醒，脖梗通红，一看就是被手刀砍晕的。我收回视线，诚实地答道：“确实很及时。”后来江于怀狠狠教训了我一顿，也没什么，不过是2天下不来床而已。可我自此不敢再如此逗他。怀哥哥，你尝尝这个。怀哥哥，我的思绪被打断，然后就被这声怀哥哥给恶心到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小白花和江于怀已经在用膳了。我选了一个离他们俩远一点的位置，默默数头发，省得又被恶心到。古人说寝不言食不语，小白花这点做的倒是不错，不愧是世家小姐出身。而我跟她比，就显得粗俗的多了。毕竟我就喜欢吃饭的时候说话，总觉得热闹。江于怀因为这个没少训我，可我总是不长记性。他越是要教训我，我越是要跟他对着干。
不知道两人说了什么，小白花突然抿嘴笑了一声。我竖起耳朵听了一嘴，好像提到了我。怀哥哥，找时间去看看洛姐姐吧。江于怀夹菜的手顿了一下，我听到他嫌恶的开口，好端端的，提他做什么？我的心已经麻木了，并不觉得有什么。可小白花的脸色却变了变，最终敛下了神色，并没说什么。江宇怀刚刚登基，比较忙碌，用完膳就匆匆离开。我不过是晚站起来一步，却惊喜地发现狗男人已经走了很远了，我却还在原地，径直消失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尝试着想走出七蜈蚣，却在最后一步即将迈出去时被弹了回来，浑身上下窜起一股战栗，我痛苦地捂住了胸口。不行，还是离不开。这时，身后响起小白花疑惑的声音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我的胸口咚咚跳得厉害，僵硬地转过头，循着声音望去，映入眼中的是一块光滑奶白的玉佩。此刻，玉佩被小白花握在手里，颠来倒去的查看。这是我从出生就佩戴在身上的玉佩，在我和江于怀的洞房花烛夜时，无比珍重地送给了他。他竟然一直随身带着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娘娘，这玉佩应该是陛下的随身物品。有人回答了小白花的疑问。我看他一直盯着玉佩，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心里有点打鼓，他不会是要毁了玉佩吧？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小白花找来一个锦盒，珍重地把玉佩放了进去。我脑中鬼使神差般想到一件事，莫非我离不开的是这个玉佩？果然，似乎是为了验证我的猜测，小白花让人把玉佩送回给江于怀。我一路被迫跟着宫女来到养心殿，还未进去，就在殿外遇到了熟人。这熟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严嵩。我和师父背后喊他小阎王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他生气的时候能把我们整个绊死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有些纳闷。殿内传出一阵打杂声，还伴随着江于怀的无能暴怒。一个进士太监捂着头，快速跑到严嵩面前，愁眉苦脸地劝：“严大侠，您就饶了咱们吧，陛下不愿意见您。”小阎王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可今天我亲眼看着他的脸色几经变换，最终会做那一句高喝：“江于怀，你曾答应过我，若有一天不能护着周全，我便带他走，还请你兑现承诺。”我心中大骇。我自小就被父亲送到了山上学武，彼时师父只收了我和大师兄2个徒弟。大师兄性格冷淡，我和他正好相反，很会讨师父欢心，所以师父总是会跟大师兄说：“侄儿年幼，你是做哥哥的，要多护着他一些。”就这样，在山上学武时，大师兄就处处让着我。等我归了家，他更是跟来军营，只为了护我周全。然后就是我成亲。大师兄那天喝得烂醉，把江于怀约了出去。后来江于怀回来的时候，脸上有处青紫，我追问怎么了，他告诉我不小心磕碰的。我没有多想，信了。如今看来，竟然是向来性格冷淡的大师兄做的。可眼下，江于怀早就不是当初在军营积极为营的将军士了。若是惹恼了他，怕是今日大师兄都要交代在这里。我心里急得不能行。果然，不出我所料，伴随着脚步声，江于怀从殿内快步走了出来。他一脸怒气地指着大师兄：“严嵩，你想忤逆吗？这罪名可太大了。”我顿时有些头疼。恳请陛下赐洛枳归家，以后男欢女爱，各不相干。等他说完，气氛凝滞到连我这个鬼魂都觉得难熬。江于怀低低的笑声自胸腔而出，他说：“洛枳是我的妻，谁都带不走他。”眼前的江于怀满眼阴鸷，我有些诧异，他还认我是他的妻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吉。况且我大师兄更不是吃素的。他恨恨的咆哮声几乎穿透我的耳膜，我毫不怀疑，就连距离很远的宫门禁军都能听到他在说什么。陛下的妻子此刻正高坐皇后宝座，洛枳从不是你的妻，就算以前是，在你选择皇位而放弃他的那刻，他就只是你的糟糠，你的垫脚石，你的耻辱。江于怀，你可以折断他的翅膀，但你不能剥夺他的自由。这些话可谓大逆不道至极。
宫女太监们哗啦啦跪了一地，努力缩小着存在感，生怕被殃及。我一直小心地观察着江于怀的脸色，他的面色尽数而变得平静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想提醒大师兄快跑，但我忘记自己已经死了。我的手穿过大师兄的身体，任凭我怎么叫喊，大师兄都恍若未闻。到最后，我亲眼看着禁卫军把大师兄打倒，带了下去关起来，就像当初对待我那样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亲人为我受苦。如今，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，流出的只有血泪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江于怀也许要对付的并非一个我，他要对付的是我身后的势力，比如大师兄，比如我爹，再比如骆家军。我死后第3天，新帝充盈后宫，广纳秀女，一波又一波的妙龄女子被送入宫中，供江于怀挑选。今日我感觉魂魄更加厚实了一些，比如在江于怀批奏折的时候，刮一阵阴风，扰乱他的节奏；再比如有人送秀女画册来时，绊来人一脚。看着漫天飞舞的雪白画册，我着实开心，但我也有不开心的，比如江于怀选的秀女，我怎么看怎么眼熟，还愣是想不起来哪里见过。我有点郁郁的。我死后第4天，我那将军爹来了，他一进入养心殿就跪下请安，可江于怀却假装没看到他，一直低头批阅奏折。我爹为了朝廷出生入死多年，腿上有旧疾，根本受不住久跪。我看得心疼，浑身鬼气暴涨，挥手就打落了江于怀手中的奏折。他皱了皱眉头，怔中片刻回神，这才像刚发现我爹似的，惊讶道：岳丈大人来了，怎么没人通报？快赐座。虚情假意。我在心里默默骂了他一句。我爹倒是了解他，谢了恩便开门见山：陛下，老臣这次来有2件事要求陛下。江于怀的脸上没有多余表情，似乎已经料到我爹会说什么，只端起茶盏，慢条斯理地品了起来。他以前明明对我爹尊重有加，果然人终究是会变的。我爹也不在意他的态度，自顾自地说着：严嵩心疼自家妹子，冒犯了陛下，还请陛下能宽恕。还有我那女儿甚是顽劣，是老夫教女无方，还请陛下能让我见见她，我来劝劝她。我爹的要求并不过分。我看向江于怀，他已经放下手中茶盏，眸中闪过一道极难察觉的光后，点头同意了。他说：骆将军能如此想，于国于民都是再好不过了。他还真是狐狸成精了。我忍不住磨牙，但我已经死了，他还不知道，我等着看他如何让我爹见我。我死后第5天，下了一场大雪，满目苍白。小白花端着精心炖煮的参汤来看望江于怀，他们2人亲亲热热地把汤喝了。小白花临走的时候，若有似无地提醒他：天寒地冻，骆姐姐那里。江于怀一改往日冷漠，状似忧心地说道：瞧我这记性，昨日骆将军还说要见他，既如此，皇后就与我一道去趟冷宫吧。我正百无聊赖地蹲在殿外的石狮子上欣赏雪景，乍听到这些话还懵了片刻，然后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终于有人替我收尸了。帝后同行，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朝着冷宫而去，我飘飘荡荡地跟在他们身后，好心情地猜测着等下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会是失望吗？还是会开心呢？一群人脚程极快，我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大太监高高的唱和声便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皇上皇后娘娘驾到，骆娘娘接驾。尖细的嗓音回荡在破落的冷宫，又顺着甬道转了几个圈，落回原处。除了被大雪压弯的枝条噗噗掉落了几许雪粒外，再无任何回应。江于怀的脸色极差，小白花的眼神闪烁不已，跟在身后的宫女侍卫个个屏息凝神。这时小白花用娇柔的语调提醒着：姐姐，我和陛下来看你了，快出来迎驾吧。还是无人回应。姐姐是不是还在生气？都不理我。小白花红着眼眶。江于怀冷漠的一挥手：来人，把门踹开。我心中一跳，门砰的一声被撞开，紧接着呼呼啦啦的人群涌了进去。我抠着手指头，默数1、2、3，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响起，
我掏了掏耳朵，凑了个头过去瞄了一眼。冷宫不愧是冷宫，整个室内除了一张床外，再无其他。且这仅有的一张床，还是个高低不平的残疾玩意。我就蜷缩在这样一张破旧不堪的床榻上，右手臂紧紧圈住自己的身体，左手抚在眼上，遮住了双眼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弥留的最后一刻，我用尽全力擦干了脸上的泪水，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尸体被别人发现的时候，觉得洛只是个疼的时候只会哭鼻子的小姑娘。身下是大片大片的血迹，已经干枯到了极致，正如我的尸体般干瘪青紫。窗外的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这一方天地，却堪堪在靠近我的脚踝1寸的距离被生生斩断。怪不得我死后还是很喜欢抱紧自己，原来是死的时候太冷太疼了呀。一股悲凉油然而生，窗外突然吹起一阵寒风，一股淡淡的尸臭味弥漫开来。洛枳，一道极轻极轻的呢喃顺着寒风飘到我的耳朵里。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人群中那抹明黄色的高大身影，他的表情实在是太过平静，平静到我恍惚地以为和他做了多年夫妻的不是我，是他人。众人皆惶恐地跪在地上，只余江雨怀孑然独立。他原本颀长的身躯似乎佝偻了一些，身子微微颤抖，双拳攥紧，整个人都散发出可怕的阴力。我着实有些诧异，我死了，他是伤心了吗？我摇头否认，他怎么可能会伤心呢？顶多是觉得可惜，可惜失去了一个可以尽情利用的妻子罢了。我和他之间，在我死的那刻就彻底结束了。现在我只想他尽快通知我的父亲来领取我的尸体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老一辈的人都说魂归故里，我就葬到边疆，守着我最快乐的回忆就好。那里有绵延不绝的黄沙，还有金戈铁马，那里终将是我最终的归宿。但我没想到，江雨怀疯了。一波又一波的黑衣人从天而降，剑光血雨中，我听到他冷酷的发号施令：凡是见过洛枳尸体的，杀无赦。人群爆发出恐惧的求饶声，再然后血花四溅，悄无声息。漫天遍地的红花在冷宫争相竞艳。那人冷漠地站在尸山血海的中央，神色晦暗，犹如地狱爬出的恶魔。大太监的头颅滚了几圈，最终滚到我脚边停下。我和他正巧对视，他眼神中的不甘恐惧让我冷不丁地抖了抖。江于怀何时变得如此嗜杀？此时他的脚边跪着披头散发的小白花，正一个劲哭着求饶。他竟然连皇后都不准备放过。你早知道了，对吗？江于怀的手里握着一柄长刀，在皇后的脸颊上游走，似乎随时都会落下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而他的嗓音一如既往的缱绻温柔。不等小白花回答，江于怀自言自语道：昭告天下，皇后无德，残害宫妃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我却如五雷轰顶，呆立原地。江于怀啊，江于怀，你连我死了都还要继续利用我，利用我的死挑起文官武将的斗争，你好坐收渔翁之利。真是好计谋，好心机，我竟从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如此可怕。小白花已然被吓傻了，他也是傻，怪不得一直明里暗里让江于怀来看我，怕不是早就知道我死了，又怕担责任。可人算终归不如天算，我和他都不过是江于怀的一个棋子罢了。如今棋子都已到位，他身为棋手不可能不挥刀。冷宫的杀戮过后，只剩一地腥臭。我以为江雨怀终于要走了，谁知他突然动了，却是脚一转，朝着屋里走了过去。我麻利地跟上，结果就看到一向有洁癖的人脱下长袍裹在了我的尸体上，然后珍重地把我抱起，就像以往每次亲热他哄我一般低语：最后一次抱抱你。看他这样，我的心就像破了一个大洞一般，极致的撕扯让我痛苦不已。我浑浑噩噩地跟着他回到了寝宫，他封锁了养心殿，无诏，任何人擅入都杀无赦。我都死了，还搞囚禁这一套，这什么疯批神经病！江于怀命人给我清洗了身体，换上了好看的长裙，让我躺在他的龙榻上。我觉得他真的疯了。
因为他沐浴过后和我并肩躺了下来，一只手甚至还圈住我的腰。说实话，我对自己的颜值没有自信到就算死了都能让人痴狂的地步。所以，既然不是我的问题，那肯定是江于怀有毛病了。我甚至看到他支起头，亲了我一口。我没想到，都做鬼了，还能体验一把恶心狂吐。许是我吐的声音太大声，江于怀突然大声质问：“谁在那里？”我赶紧捂住嘴巴，不敢再发出声音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蹑手蹑脚的黑影从窗前闪过。我舒口气，还以为江于怀通灵了呢。但我前脚刚觉得他疯了，他后脚就疯上加疯。江于怀觉得这天晚上听到的声音肯定是我发出的，他欣喜若狂之下广纳天下奇人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复活我。此刻，我和一个赖头和尚一起围着我的尸体看了大概有半炷香的时间了。和尚是被江于怀绑来复活我的，在他第38次叹气后，终归还是选择说了实话：“陛下，贫僧无能为力，洛娘娘再不下葬，怕是有尸变的可能。”江于怀一身白衣，眼底青黑，沉默地盯着他，最终吐出一句话来：“就不活他，你就陪葬。”随着他的话落，冷一带人进来拖走了赖头和尚。和尚走的时候骂得可脏了，此处省略10000字。我坐在自己的棺材上，敲着二郎腿，思考着鬼生。尸变啊，会不会更丑了？这半个月以来，江于怀简直疯魔了，每天抱着我跟我说话，还换着花样的给我换好看的衣服。可他自己却整宿的不睡觉，守在床边看着我。死都死了，装深情给谁看呢？满屋子的尸臭味，即便现在是冬天，想掩盖都掩盖不了。他也不怕臭死。我嫌恶得很，每天干脆就挂在房梁上，望天望地，就是不看他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江于怀就这么荒废政务了半个月后，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传到宫中：小白花的爹，也就是林丞相，叛国了。林丞相是谁？天下学子的老师，世家大族中的大族，靠着这层关系，没少给新皇找麻烦。文人学士最重风骨，小白花身为嫡女，又是家族倾尽全力培养的皇后，在大族中也是颇有声望的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世家小姐争相学习的榜样，因为嫉妒杀了宫妃，还是皇帝的原配发妻，骆大将军的独女。就这还能算得上榜样？世家大族关系复杂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都不会轻易去动。可如今皇帝动了，不光动了，还添了把柴，那就是我的死讯，以极快的速度传遍了朝堂，举朝哗然。林家被逼急了。林丞相深知皇帝这是打算让骆家对付自己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呢。逃吧，带着直系血脉直接就逃了，留下一些细枝末节。江于怀直接就抄了林家9族，跟林家交好的，凡服从朝廷安排的，全部重新分配，不服从者就地格杀。可以说是非常的铁血了，但是也引起不小的微词。江于怀根本不在乎，他终归是扳倒了林家这个毒瘤。林家倒台的这天晚上，养心殿再次闹鬼了。我看着身上粉色的宫裙，无奈的叹口气。只要江于怀给我换一次衣服，我的鬼魂也就自动换一次衣服，跟搞变装秀似的。我的尸体上已经开始出现尸斑，即便他调集了许多存兵来缓解这个症状，但终归是无力回天。我不懂，他废了我弟功夫那天是何等冷酷，如今又是闹哪样？这会儿江于怀靠在床边打盹，他已经许久没有闭眼了，如今看模样是累极了，连有人摸了进来都没发现。我看着这熟悉的身形，有些头疼。我爹刚把他捞出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没错，来的人正是大师兄严嵩。他惯是爱在老虎头上拔毛的，我都习惯了。大师兄倒是目的明确，一进来就直奔床榻，想抢回我的尸体。眼看就要摸到我的一条手臂，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。一道银光闪过，哗啦啦，大殿里突然灯火通明，出现了许多黑甲兵，领头人正是冷一。而原本已经睡着的江于怀，此刻正双目灼灼地盯着大师兄。他手中的短刃堪堪抵在大师兄腹部，只需再往前一步，就能刺穿他的腹部。
严嵩，我说过，她是我的妻，你带不走她。江雨怀冰冷阴沉的嗓音回荡在寂静的夜里。若我说的话他能听到，我真的想大声告诉他，我不是。可惜他听不到。随着他的话落，殿外响起厮杀声、马鸣声，以及铠甲触碰发出的霍霍声。江于怀神色争冲之际，大师兄闪身退离了包围圈。江于怀，你为了皇权富贵，玩弄朝堂，滥杀无辜，残暴不仁，不堪为君。今日我就是来替洛枳报仇的。你骗得了世人，你骗不了我，洛枳是因你而死。此刻我的注意力全都在殿外，因为我看到我爹手握长枪策马而来，他的身边密密麻麻都是我洛家军。我心里暖暖的，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吧，却丝毫没有留意身后江于怀猩红的眸子。直到痛苦嘶吼的声音响起，我才转头看去，只见江于怀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抱着我的尸体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更变态的是，他还用刀一下下滑拉着自己的手臂，每一刀都深可见骨，鲜血洒了一地，染红了我的脸。青灰色的尸斑，再加上猩红的鲜血，我那张脸几乎没法再看。我皱了皱眉，有些嫌弃。冷一下坏了，黑甲卫跪了一地，苦苦哀求着他住手。江于怀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，木着脸，手上动作不停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阿芷，我来陪你好不好？”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“不好。”我亲眼看着他的眼睛从毫无声息变得充满生机，僵硬地转过头，直直地看向我所在的位置。我有些惊讶，江于怀能看到我了。他嘴里呢喃着：“阿芷，我是做梦吗？”颇有些神思不属的意味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他好像真的是后悔了。可我真的不需要了。我回给他一个鄙夷的冷哼：“江于怀，我用命帮你得到的地位，坐着舒服吗？”我想，我应该说得很温柔吧，不然为什么江雨怀哭了呢？他哭得好不伤心，哭成这样还不忘朝我装可怜。阿芷，你看。他血肉翻飞的手臂凑到我面前，森森白骨刺激着我的神经。我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求你。他惯会如此的。以前战场上下来，受了点伤，总会哼哼唧唧求我去哄。我也是傻，真就心疼的给他又吹又亲，被他占尽便宜。江于怀不会到现在还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洛枳吧？不，早就不是了。我死后可是一直在你身边呢。我恶劣的想要拉他入深渊。果然，江于怀颓然地垂下了手臂，脸色苍白如白雪一般。他自嘲道：“原来你都知道啊。”我爹带兵而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江雨怀这自言自语的模样。他环视了一圈，目光锁定在我的尸体上，眉心狠狠皱起，手中长刀闪着冰冷的寒光。他咬牙道：“陛下，老臣只想带小女离开，若你阻拦，我不介意这天下换一人做。”我在一旁附和：“江于怀，劝你识相点。”冷一护主，早早把他护在了身后。江雨怀双目赤红，跌跌撞撞地站起身，丝毫不在意眼前局势对他有多不利。他一把推开冷衣，朝着我走近几步，伸出染血的手，嗓音温柔的不可思议，还带着恳求：“阿芷，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你回来吧，我想你。”一时间，在场所有人神思各异。我是个鬼魂，除了江于怀，无人能看得到我。他们都以为江于怀是癔症了。大师兄更是一脸便秘的表情，他咬牙：“杀人凶手不配获得原谅。”我看他这样，轻轻垂下睫毛，心中闪过漫天痛楚。往昔的美好犹如雪花碎片般闪入脑中，从草原上大胆求爱，到后来的凤冠霞帔，最后是死前他冷漠的眸子。梦境破碎，真心错付。我的嗓子里似乎被堵住了，难受的说不出话。可我还是用唇语告诉他，死生有两意，自此同陌路。缘起时，我是明媚四溢，全心全意爱恋江雨怀的洛枳。缘落时，一切皆因果，无恨也无怨。有什么东西碎了？是挂在江雨怀身侧的玉佩。点点粉末化作齑粉飘散在空中，浮现一道道虚影，里面走马观花般是我的一生。我娘怀我那年，我爹在外领兵，皇家忌惮他功高震主。
前皇后召了我娘入宫，赐了蛊毒，想要以此控制大将军府。可我娘自从有了我，身子孱弱的厉害，出宫当晚就发动，生下了我。那蛊毒很是霸道，竟顺着血液进入了我的身体。我小时候为了压制蛊毒，我爹没少求我师傅。后来在大典能跑能跳了，师傅便说干脆习武得了，只有靠他自己才能一劳永逸。我爹一听靠谱，连夜收拾了包裹，把我送去了师傅那里拜师学艺。正如师傅所说，随着我习武小有所成，蛊毒彻底消停了下来。画面一转，是我和江于怀大婚的那日。他出去了一会儿，再回来时满脸青紫。我本想把这件事告诉他，见他情绪不高，便搁置了。这一搁置不要紧，再然后就是我被他废了武功，押入冷宫的画面。那天夜里寒风呼啸，彻骨冰凉，我体内蛊毒发作，休整生息了整整数余年。他来势凶猛，我筋脉尽断，五脏俱焚般的吐了一口又一口的血，直到最后咽了气，齑粉飘散，画面戛然而止。这便是我死亡的真相。白色的玉佩里包裹着一小节黑色玄铁。江于怀神色茫然，用指腹下意识地抚摸着上面大大的落字，精神渐渐崩溃，嘴里还念叨着我没有。他到底没有什么，无人会在意了。他不惜放下身段娶我，也要得到的骆家军虎符。早就在我和他成亲的时候，由我亲手送给了他。机关算尽，步步皆输。我爹忽然放声大笑，直至最后双眼通红。他原地趔趄了一步后，被大师兄堪堪稳住。江于怀，我的侄儿何辜啊？他对你全身全心的信任，你却为了地位把他搓磨至此，你该死！裹挟着汹涌杀气的长剑直奔江于怀而去，滔天怒意恨不得撕碎他。但江于怀一口鲜血喷出，直直瘫坐在了地上，堪堪避开了我爹的剑，剑气只削掉了他半缕发髻，碎发飞落，斯人已逝。江于怀嘶吼痛哭，接着又哭又笑，彻底疯了。承德46年冬，怀文帝疯癫，宣布退位，幽禁冷宫。次年春，新帝登基，改国号洛，追封已是嫡女洛芷为嫡长公主，因有功于社稷，享太庙香火。后来我在地府跟人闲聊的时候听说，怀文帝年迈，恐命不久矣。我吐出嘴里的瓜子壳，站起身，朝着孟婆挥挥手，我走了，勿念。那天玉佩破碎，我只觉浑身一暖，堪堪看完大师兄扒了江于怀的龙袍，披到了我爹身上。我那忠厚耿直了一辈子的将军老爹，吓得要死，那脸色五彩斑斓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他有这么多表情。再然后，我两眼一黑，就来到了地府，眼前高台上端坐着冥王，冥帝念我保家卫国死的冤屈，特赦给我一个心愿。我说还没想好，他说不急，你慢慢想。就这样，我在地府混吃混喝度过了40年，每天无事的时候就是陪着孟婆熬汤灌汤。我灌那些不愿喝汤的鬼魂，向来讲究效率，卸下巴，灌汤，装下巴，一气呵成。饶是见过大场面的孟婆都被我征服，成了我的好友。40年了，我再次站在冷宫，这里一如当初那么破败，只不过在角落的一块泥土里，生长着一簇簇的栀子花，在这清冷的夜晚，散发着阵阵幽香。吱呀，门开了，一个佝偻的身影从屋里蹒跚而出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小马扎，活脱脱一个小老头的模样。他先是卷起衣袖，挨个查看了一番栀子花，这才靠着花丛坐下来，举头望着头顶明月。阿芷最爱栀子花香，你们可要争口气，多开一段时日，说不定他就入梦来看我了呢。一阵风吹过，满院寂寥花香。其实我并不爱栀子花，我爱的是那年初见捧着栀子花朝着我笑得明媚的少年郎罢了。新婚之夜，他也曾温柔地搂我入怀，情深意切地告诉我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可惜眼前人已非彼时人。我渐渐显出身形来，得了冥帝的特赦，他能看到我。阿芷，你是来接我走的吗？小老头江于怀眼里迸发出巨大的喜悦，却并不敢靠近我。我搓了搓手，攒了40年的孟婆汤渣凝聚成型。近身，卸下巴，灌汤，装下巴，退开，一气呵成。我看着他龇牙咧嘴的模样，身形逐渐模糊。
江于怀，今生你所赐之痛，用40年悔恨偿还，足够了。来世，愿你我永无再见之期。从此以后，洛枳和江于怀的爱恨情仇才算彻底斩断。我的魂魄彻底消散之时，不，江于怀痛苦的嘶吼传来。我释然的笑了。不知何时，袅袅无音响起。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